嗨，大家好。前2期我的牙医说再开之后很快呢就得到了一些亲友的反馈。有一位远在北美生活的亲友呢，代表他的一位朋友向我发来寻求帮助的私信说他这位朋友呢，前些天去当地的一位牙科医生那边去拔除被认为是没有功能的智慧齿。当时呢，他去拔牙之前呢，并没有去做过多的对于牙医的专业技能方面的调查。他觉得只要是一个开业行医的牙医呢，对于拔牙这件事来说应该都是得心应手，或者是一个基本的业务之一那么他找的这位牙医是当地的一位全科牙医。关于全科牙医到底是什么样作用的医生呢？我想以后可以专门找个时间来跟大家做一番交流。这一位其实是国际留学生的女士她在这位全科牙医这边呢拔牙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状况虽然说打了麻药并没有感觉到疼痛，但是在拔牙终止的时候呢，她被这位牙医告知一个让她忐忑的结果，就是她这颗牙齿是上面的一个疤，是一颗主生齿，也是我们习惯称之为智慧齿的这个牙齿因为位置不正，牙根呢有些与众不同，所以在拔牙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并没有能够顺利的全部拔除，结果呢只拔掉了一个牙冠还有一大部分的牙根，包括这个牙齿本身还存活的神经呢，都被遗留在牙槽骨里面因为考虑到主生齿它跟周围的解剖结构比较复杂，尤其是靠近上颌窦，结果这位牙医呢面露难色放弃了进一步挑战。最后的结果就是把一个牙根残留在了牙槽骨之内。当时呢，作为病人也只能被动的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因为打了麻药，半边的脸呢都是麻木的状态所以呢也不方便向医生呢做进一步的咨询。结果呢就按照医生的处方拿了一些药呢就回家去了。谁知呢过了几天以后拔牙造成的创伤呢虽然有所愈合但是这颗牙呢却产生了非常严重的疼痛。那肯定呢又回到这位全科医生那边去做一些咨询，得到的回复呢，这颗牙齿的牙根里面的神经呢还是有活力的，受到了拔牙创伤的激惹，而且呢是一个敞开的状态在口腔里头很多细菌的感染下，现在呢有了牙神经的炎症这样的因为炎症引起的疼痛因为是一个开放性的创面还没有到那种封闭型的牙髓炎的那种疼痛那么猛烈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还是非常的令人难受，已经呢影响到了自己的学习生活更不用说去享受平时时常可以去享受的美食，就这半边根本就没法用到。当他咨询这位为他拔牙的牙医接下去应该怎么处理的时候呢，很遗憾这位牙医也只能把两手一摊觉得呢他已经尽力了，接下去的治疗的工作呢已经超出了他的专业的能力他就要把这个 case 转给同样作为牙医，但是呢是一位更精于拔牙之道的颌面外科的医生那里。我相信呢这些也是标准的一种转诊的程序而偏偏呢想要去挂一个专科医生的号或者说呢要预约这位专科医生的一个合适的时间呢，并非容易的事所以呢在等待前往专科医生的时间里不得不呢忍受着这个牙齿带给他的很多的困惑那种时不时会让他寝食难安的疼痛感而且因为这种不适或者难受呢，使得他已经失去了正常生活的某种乐趣所以呢在这样的时候有病急头医的通过我的亲友向我发来了求助的私信正如我前几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里面也提到我自己呢也是有孩子在异国他乡留学，作为家长呢最为关心或者说担心的呢就是他们平时身体的状况是否能够支持他们学习的效率，能够保证他们呢顺利完成他们的学业所以对于其他孩子的这样的处境感同身受根据这位年轻人提供的资料如果需要一个医生做出正确的判断呢，
这些资料都是不齐全的。这个医生啊，如果要对他的病人做出正确的判断的话，首先呢，就是要询问病史，了解病人的实际的感受，出现的症状到底到了哪一个程度啊。第二的，你要通过自己的专业的检查，有时候呢还是要通过一些辅助的仪器啊，就了解到这些病情客观的状态啊。比方说，就以这个智慧齿而言，它的牙根的状况啊，和这位中药解剖结构的关系，如果有可能呢，应该还有 X 光片。最好呢，在这些比较复杂的牙齿啊，尤其是主生齿的拔除之前呢，还需要照一张牙科的 CT X 光片啊，从三维的角度呢去了解这颗牙齿啊，它到底是处于一个怎么样的位置，和周围的重要结构啊，比方说上颌窦底的关系和周围神经走形的关系等等啊，要判断它的一个拔牙的难易程度等等。虽然说这个牙齿呢现在已经被拔除了一半啊，但同样的呢，我们也要了解它拔断的那个部分啊，在一个什么平面，它的牙神经以及周围组织的损伤的程度啊等等。只有根据这些详尽的第一手资料，你才能为自己的病人或者向你咨询的病人呢，提供更为准确的诊断，提出合理的建议啊，并且对已经有的治疗方案呢，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因为呢，这些资料啊并不详尽，都是一些这位年轻人的口述啊。虽然他也很认真的画了一些示意图给我，那根据我的经验呢，我对这些情况基本了解，但是呢，我还是不能违背一个医生的原则，给予过于肯定的回复啊。那我给他的建议其实只有这么2点。第一点呢，你必须要尽快的去找到一个这位全科医生给你推荐的也好，或者你自己能够找得到的颌面外科的专业的医生去做一次检查，相信呢你会得到一个治疗的方案啊。你再根据你的理解跟那位专业的医生呢一起来探讨接下去啊应该如何得到一个完善的处理。那第二点呢，我觉得你还是应该保持跟自己的全科医生联系，因为我相信这位全科医生他作为拔牙的实施者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啊，不管是因为这个牙齿啊解剖结构过于复杂，还是说呢因为他自己学艺不精，或者呢准备不足啊，那我觉得他都应该负起相当的责任啊。最起码呢，他应该要把这个事情的善后帮忙处理好。我相信呢，这位全科牙医啊，也一定会负起这样的责任，尽可能的让自己的病人呢，通过更专业的医生的处理啊，不但能够消除病痛、解决问题，同时呢，也是不要把这些遗憾啊留给病人，因为这样呢，会损伤自己的信誉啊。通过这个 case 呢，我觉得还是可以说明一部分大家在看牙过程当中容易发生的状况啊，甚至可以说是容易入的一些坑。因为呢，我不是当事的医生，也不是接受治疗的当事人啊，所以呢，为了专业起见，我不方便对我的向我咨询的这位年轻人呢提供太多的建议啊，也不方便对那位精致的医生在整个的诊疗环节当中是不是有什么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发表我的评论和见解啊。我只能说呢，没有一个医生啊能够100%的来处理病症啊，即便有些牙病早已习以为常，就比方说拔牙这件事啊，在很多的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呢，觉得那就是牙科医生的几把虎之一啊。你缺了这把虎，你还怎么能够在这个行业里面班门弄虎呢？其实并非如此，因为每个人的解剖结构都不一样，很多的因素呢都会让那些牙齿的解剖形态啊千奇百怪啊。即便是再老练的医生，再有经验的专家，也时常呢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没有一个人呢能够做到100%的解决所有的问题啊。今天跟大家来介绍这个 case， 并不是 case 本身，而是我们在寻求一个医生帮忙的时候，甚至在这个之前，我们怎么跟医生相处，我们要寻找什么样的医生来帮忙，医生到底有哪些种类啊？尤其是在一个医疗市场里面，在一个社区之中，我们要如何才能找到合适的医生来帮我们检查和保健牙齿？在遇到有特殊情况的时候呢，怎么才可以通过更专业的渠道找到合适的专家
让我们可以少冒一些这样的风险，更大几率的呢，能够解决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鉴于时间关系啊，今天呢我就只是把这个别人向我求助的 case 分享给大家。下一次呢，我也希望就这样的问题背后的看牙医的一些逻辑啊，再来和大家做一些更为详细的分享。敬请有兴趣了解的朋友呢，期待一下我们下一次牙医说再见。如果你对牙齿健康时尚有兴趣啊，或者你自己、你的家人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面临某些牙齿方面的困惑啊，都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关注我不断推出的视频，总有一些呢能够让你茅塞顿开、恍然大悟啊，不仅呢让你避免入坑，而且呢会节省你的花费。谢谢您的观赏，再见，拜拜。